前一阵子才想说有拍家暴、性侵与自杀的影片，好像没有拍过性骚扰的影片，没想到就发生性骚扰的新闻。在医院工作的人真的是不能乱想，看来我只能每天想，每次统一发票开奖能中头奖，统一发票开奖能中头奖，统一发票开奖能中头奖。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我们来谈一谈性别相关的问题。性别的问题应该是最不小心就容易发生的问题，主要是在社会中强势的性别对于弱势的性别的贬义。在这里，安社工使用的是强势性别与弱势性别，而不是性别上的男或女，因为在不同领域中，性别是有所不同的。例如，社工界通常是一个女性多于男性的工作环境。像我以前在早疗中心的时候，我是唯一的一个男社工，全早疗中心也只有2位男性，另外1位是教保员。我记得在试用期的某一天下班的时候，有一批物资送到早疗中心，教保老师就跟我说，社福界有一句话说，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畜生用，是男人就出来搬货。我就跟教保老师说，你是女生，所以你要当男人用，或你自己搬。我是旺，所以我要下班了。多年后去面试一家妇女领域的基金会性别专员的工作，面试的时候该机构才表示希望专员是性别或者是大传相关科系的，就问我对妇女家暴有没有兴趣，便请单位的督导一起进来面谈。最后主任问督导，我可以胜任吗？督导面有难色，主任居然问督导说，是性别的问题吗？督导居然说对，当下真的是白眼翻到脑后去了，心想你家的董事长是社工界的大佬，是以前学校的老师，执行长也算认识，从事妇女工作的2位女士，主任跟督导，基本上是性别歧视吧。后来安社工在北部当督导，有一次在社福中心的资源会议中，该基金会北区的社工来宣导性别问题。会后我就跟基金会的社工谈一谈我之前面试的经验。当时基金会的社工也是觉得很扯，一直说抱歉。性别上的歧视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价值的一个表现，这个表现的背后因素有很多，也相当的复杂，而这个表现出来的是来自性别上的不公平对待，因为你看不起对方，或为了展示你自己比对方强，欺善怕恶来形容是最好不过的。因为你觉得别人好欺负，看不起，也不用尊重对方，才会歧视。就好像有人可能会去欺负一些小动物，但是他一定不敢去欺负狮子或老虎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在中国古早时代，女性在社会的地位低，有钱人家的千金可能比仆人好一点，在家的决策
也远比低于男性，连母亲的地位也不及于儿子，不然怎么会有三重士德的说法？不是新北市的三重区的三重，而是三重。最早是出自于汉儒家经典《仪礼丧服子夏传》，未嫁从夫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最初是女子服丧的标准，借以体现女性在伦常秩序中的依附性地位。在后世转而直接指女性要服从男性，男尊女卑的价值观一直保留在华人的血液之中。后来女性主义或者是妇运的抬头，台湾的女性主义第一人是谁呢？非他莫属。早在1971年开始，应该算得上当代台湾女性主义的思想的先锋，吕秀莲女士。妇运团体的成立，政策与社会运动的推展，国人才慢慢有平权的认知，性别平等才慢慢被社会建构出来，有共同的一个价值。因为社会价值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同，在社会体系中产生法律的教育、保障与处罚。2004年有11个民间团体正式成立防暴三法推动联盟，推动性骚扰防治法、连续性暴力修法条文及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条文。考大家，防暴三法依制定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。这个是专技社工师高考社会政策与立法101年第一次考试的题目。答案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，1997年1月22制定。家庭暴力防治法1998年6月24制定，性骚扰防治法2005年2月5日制定。那大家知道性平三法制定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吗？答案是性别工作平等法2002年1月16制定，性别平等教育法2004年6月23制定，性骚扰防治法2005年2月5日制定。性平三法在性骚扰的适用性有所不同，在职场工作环境中适用性别工作平等法，在教育环境具有学生身份与学校的人产生的性骚扰或者是性侵害、性霸凌，适用性别平等教育法。除了工作职场外，也不具学生的身份，适用于性骚扰防治法。虽然欧美女性主义抬头比亚洲早，在2020年每日邮报报道该年8月号的血管外科期刊刊出了一则研究，探讨近年来社群媒体上年轻的心血管外科医师不专业贴文的趋势。其中一项引起医护人员的反弹，便是穿比基尼。研究表示，在非工作时间穿着具有挑逗性的服装有违专业。IG 网站出现了一个 Made Bikini 的标签，有许多的女性医疗从业者分享自己的比基尼照。夏威夷女医师米尔在 IG 分享自己的照片，并写道：当你被船撞时，比基尼医师会来救你一命哦，吸引到超过26万人点赞。他表示，所有的女性医疗人员们的穿着不会影响专业的表现，可以穿泳装、洋装或者是手术服，都不会影响医疗卫生方面的能力。
在医院中也有不少的歧视。以安社工来说，有人认为性侵害的业伤财政不能由男社工来处理，其实这也是一种歧视。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工作，在医院很多人也不喜欢做这一件事，最好不要做性侵害验伤财政，但是从性别来说，这是一种歧视。那检伤的妇产科医师是男生，也不能来检伤吗？这是一样的道理，希望大家对人要有基本的尊重，歧视是一件不对的事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